寻找长生不老的终极配方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盗物阅览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每一个中国人在看仙侠剧、刷修仙小说时都绕不开的一个词——仙药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古人眼里的长生不老，到底是不是像电影里吃一颗金丹就原地飞升？在1700多年前的东晋，有一位叫葛洪的老爷子，他不仅是个炼丹家，更像是一位修仙界的百科书编撰者。他在《抱朴子》内篇的仙药卷里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硬核，甚至带点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吃货长生指南。葛洪在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《神农四经》里的话，这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国家地理频道。他说，这世上有一种上药，吃了之后能让人身体安康，寿命延长，甚至能让你像神仙一样在天地间遨游，驱使万千生灵，身上长出轻盈的羽毛，想吃什么招招手就有神厨送上门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忽悠？葛洪自己也感叹，这些圣人的至理名言、方术的真实记录都明明白白写在那儿，可世人就是不信，真是令人叹息呀。今天我们就跟着葛洪老爷子的笔触，进山去寻一寻那些传说中的灵丹妙药。葛洪那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狠人，他不仅是道教理论家、医学家，更像是一位跨界实验室主任。在那个生产力极低，连感冒都可能要人命的年代，葛洪和他的同道们怀揣着一个最朴素也最宏大的愿景：长生不老。1700年前，没有抗生素，没有精密的医疗设备，人类在疾病和衰老面前，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。但葛洪不服，他觉得人的命不该天定。他写下《仙药》这一卷，就是为了告诉世人，在这个充满奥秘的大自然里，藏着通往永恒生命的作弊码。我们就带上这份修仙指南，褪去神秘的面纱，看看古人眼里的长生不老，到底是一场狂想，还是一次极具勇气的探索。仙药的排行榜，谁才是 No.1？ 首先，咱们得搞清楚一个概念，在葛洪的逻辑里，药是分等级的。这就像咱们玩游戏，装备有白色普通、蓝色精良、金色传说一样。葛洪引用了《神农四经》的说法，把药分成了上、中、下3等。上药，这是传说级装备，吃了它不仅能延年益寿，还能让你升为天神，在天地间飞来飞去，甚至能指挥万千灵兽，身上长出轻盈的羽毛。简单一句话，吃了上药，你就不是人了，你是神。中药，这是养生级，主要作用是养性，吃了它，你身体会变得倍儿棒，毒虫不敢咬你，猛兽见了你绕道走，甚至妖魔鬼怪都不敢靠近你。下药，这是基础级，主要就是为了除病，哪儿疼治哪儿，是保障身体健康的基础。那么在这么多的药物里，谁才是排行榜的榜首呢？葛洪给出的答案非常明确，丹砂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朱砂、硫化汞。你可能会问，这玩意儿不是重金属吗？但在古人眼里，丹砂是阳精之凝聚，它那红彤彤的颜色就是生命活力的象征。此外，葛洪还引用《孝经·元神器》的记载，列举了椒姜、菖蒲、巨圣，也就是胡麻等常见植物的特殊功效。椒姜能抵御湿气，菖蒲可增益听力，巨圣能延年益寿，微喜之能躲避冰灾。这些说法虽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，但也反映了古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对植物药用价值的初步认知。在葛洪看来，这些典籍中的记载并非虚妄之言，而是上圣之至言，方术之实录，只是世人往往因见识浅薄而不肯相信，实在令人叹息。这种对仙药的坚定信仰，也成为他系统整理仙药知识的动力。丹砂的神迹如何从死寂中除名？葛洪对丹砂的推崇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，他详细记载了一种叫耳丹砂法的操作流程。你需要取1斤丹砂，捣碎过筛，然后配上3升纯正的苦酒和2升纯漆，这3样东西混合在一起，用微火慢慢熬，熬到能搓成丸子为止。葛洪说，如果你每天坚持吃，奇迹就会发生。服用40天，
你肚子里的百病都没了，那些在身体里作怪的三尸邪祟也会被赶走。服用100天，你的骨骼会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；服用1000天，最硬核的来了。掌管寿命的神仙司命会把你的名字从死亡名单上划掉，从此你与天地同寿，甚至你的容貌都会改变，在太阳底下走路都没有影子，全身还散发着灵光。为什么古人觉得丹砂这么神？因为丹砂性质极其稳定，不容易氧化变质。古人就想啊，这种不朽的特性如果能转移到人身上，那人不也就长生不老了吗？这就是一种同类相感的朴素认知。金玉盟约，为什么不朽之物能让人永生？在仙药卷里，除了丹砂，排行第2、第3的是黄金、白银，后面还紧跟着玉石。葛洪的逻辑很简单：金子扔火里烧不坏，埋地里烂不掉；玉石温润坚固。既然它们能活1000万年，我把它们吃下去，我是不是也能活1000万年？这就是著名的服金者寿如金，服玉者寿如玉理论。虽然黄金贵，但在葛洪眼里，那是拿来吃的，不是拿来戴的。他记载了一个叫小耳黄金方的神奇法门，你要把黄金烧红，然后投进清酒里，反复操作200次。这时候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黄金会像泥土一样柔软，甚至能从你指缝里流出来。如果没变软，那就继续烧，继续投。做成之后，把它捏成弹丸大小吞下去。葛洪说，吃完30天，你就寒暑不侵了，甚至会有神仙玉女主动来找你聊天。白银虽然次一点，但也能让你成为地仙。不过白银要用麦浆化开，成本也不低。葛洪还吐槽说，对于那些穷道士来说，这药实在是吃不起。璞玉的执念与无言志的反面教材。说到玉石，葛洪特别强调了一点，一定要用璞玉。什么是璞玉呢？就是没经过雕琢、原汁原味的玉石。如果是已经做成了规章环璧的玉器，那药效就全毁了，甚至吃了还会伤人。葛洪讲了一个叫无言志的倒霉蛋，这家伙一心想成仙，但没读全玉经，不知道禁忌。他搜集了一大堆宝剑上的装饰玉，各种精美的玉佩，准备磨碎了吃。幸亏遇到了葛洪，葛洪赶紧拦住他，告诉他这些玩意儿没用且危险。这事儿告诉我们，修仙也得讲科学，不能瞎吃。真正的服玉法是用乌米酒或者地狱酒把玉化成水，服1年以上，你就能入水不沾，入火不着，刀刃不伤。传说赤松子就是这么成仙的。不过玉石有个副作用，就是容易让人发热，感觉像吃了寒食散。这时候你得配点雄黄、丹砂压一压，还得脱了衣服洗个冷水澡，迎风跑一跑，散散热。云母在现代是工业绝缘材料，但在葛洪手里那是5色神药。葛洪把云母分成了5类，区分方法非常有仪式感。你得把它举起来，对着太阳看。多青色的叫云英，春天吃；多赤色的叫云珠，夏天吃；多白色的叫云叶，秋天吃；多黑色的叫云母，冬天吃；多黄色的叫云沙，季夏吃；纯白无瑕的叫临时，这个好，1年4季都能吃。云母的吃法五花八门，可以用露水熬，可以用蜂蜜馊，甚至能装进竹筒埋在地下化成水。药效怎么样？葛洪说，吃1年百病全消，吃3年老头变小孩，吃5年你就能意识鬼神，甚至能跟神仙面对面交流。有个叫魏淑清的，就是常年吃云母，最后能直接乘着云彩飞行。他走后把配方留在了玉匣里，他儿子按方抓药也跟着成仙了。这再次证明了，在葛洪眼里，长生不老是有实验可重复性的。接下来的部分是整个仙药卷里最具魔幻色彩的，那就是五枝。在古人心里，枝不是普通的蘑菇，它是天地灵气凝结而成的生物。葛洪把它分成了5类：石枝、木枝、草枝、肉枝、菌枝。石像枝，会走路的石头肉。石枝长在哪里？一般在海边的名山或者陡峭的崖壁上。其中最神奇的叫石像枝，它的样子竟然像肉一样，有头有尾，有4只脚，看起来像个活物，但它又附着在大石头上。它的颜色非常鲜艳，红的像珊瑚，白的像油脂，黑的像漆，黄的像紫金。
而且它们还会发光。在漆黑的晚上，你在几百步开外就能看见它在闪闪发亮。葛洪特别提醒，这种神物不是谁都能看见的，你得斋戒，还得佩戴灵宝五符。看见它了也别急，得先用开山却害符镇住它，不然它会瞬间隐身逃走。采摘的时候要选吉日，还得语步闭气走过去，吃下去效果极佳。1斤活1000岁，10斤活万岁。玉之枝生长在产玉之山的高危之处，玉膏流出后，历经万年凝结而成，形态如同鸟兽，颜色多类似深色玉石，鲜明如水晶。将其研磨成粉，用无心草汁调和，片刻便化为水，服用一生可活1000岁。七名九光枝生长在临水的高山石崖之间，形态如盘碗，直径不超过1尺，有茎蒂相连，高3-4寸。7孔者名为七明，9孔者名为九光。孔洞中发出的光芒如同星星，夜间100余步内都能望见。需在秋分时节采摘，捣服方寸比，入口便觉身体发热，味道甘美。服完1斤，可活1000岁。且身上会发光，身处暗处如同有月光照耀，能夜视事物。石蜜枝生长在少室山的石户之中，石户内有深谷，无法进入。谷外10余丈处有石柱，柱上有掩盖状的石特。石蜜枝从石户上滴落至掩盖中，如同玉后屋檐滴水，永不间断，而掩盖也始终不会盛满。石户上刻有蝌蚪纹，得服石蜜枝一斗者寿万岁。可惜道士们虽知晓其处，却始终无法采集到。此外，还有石桂枝、石中黄子、石脑枝、石硫磺枝等多种石枝，皆需特定的采集方法和服用之道，服用后都能实现长寿甚至成仙的目标。葛洪强调，采集石枝不仅需要虔诚之心，还需佩戴老子入山灵宝无符等符咒，否则即便路过也无法看见。这也为石枝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。千年松柏的结晶。说完了石枝，咱们聊聊木质。木质通常是由松柏等古树历经1000年演化而成的精华。木威喜之，古代的避弹衣。这个药非常应和，它是松柏质沉入地下1000年变茯苓，茯苓再过1万年长出来的小木头，样子像莲花。它的神奇之处不在于长寿，虽然能活3000岁，而在于它的防御属性。葛洪记述了一个实验，把木威喜之戴在鸡身上，跟另外12只鸡关在一起，你在12步开外对着笼子乱射12箭，结果呢，那12只普通的鸡全中箭了，唯独带着药的那只鸡一根毛都没伤着。这哪里是药？这分明是随身携带的电磁脉冲防御罩啊！1000岁刮木梗，海陆空37特种装备。还有一种1000岁刮木的根，长得像个坐着的人，它的枝叶简直是外星科技。水上漂，涂在脚底，你可以在水面上走，不沉下去。潜水仪，涂在鼻子上入水，水会自动避开，你能在深渊底下待着。隐身术，涂在全身，你就消失了，想出来的时候擦掉就行。医疗包，肚子疼喝一点，外面疼抹一点，立马见效。寻宝雷达，把它混在蜡烛里，晚上在地下照，如果是金玉宝藏，烛光就会变青色并向下垂。咱们继续，如果说石枝、木枝还像矿物和植物，那么肉枝和草枝简直就是奇珍异兽。肉枝，山里的小人与风声兽。葛洪记载，如果你在山里看到身高只有7、8寸的坐着小车马跑的小人，千万别害怕，那是肉枝，抓住它吃掉，当场成仙。还有几种神奇的生物，万岁蟾蜍，头上有角，下巴上有红色的单书8字。5月5日中午抓它阴干，它的左手能避兵器，甚至能让敌人射过来的箭反弹回去射他们自己。1000岁蝙蝠，全白的，因为脑子太沉了，只能倒挂着，吃了能活4万岁。风声兽，像这青色的雕，这玩意儿简直是打不死的小强。你用柴火烧它，它在灰里一点事儿没有；你用铁锤砸它头几10下，它终于死了。但只要把它嘴对着风吹一会儿，它立马原地复活。唯一的弱点是它挎菖蒲，塞住鼻子才真死。它的脑子配上菊花，吃了能活500岁。草枝，无风自动的神草。最出名的是毒瑶枝，
顾名思义，没风的时候，它自己在那摇晃。它有一个主根，周围环绕着12个小根，象征着12个时辰。这玩意儿的功能也很逆天，怀里揣着它的主根，你就能隐身，像现形，往左转一下就出来了。菌枝，腐殖间的仙品。菌枝生长在大木之下，泉水之侧，形态多样，如宫室、车马、龙虎、人形、飞鸟等，颜色无常，共有120种，皆有图谱。采集菌枝需用羽布前往，用骨刀切割，阴干后研磨，每次服用方寸比，根据种类不同，可令人成仙，活数千岁或1000岁。葛洪强调，想要找到菌枝等各类枝草，需在3月、9月山中生药生长的时节前往，避开山横日不吉利的日子，选择天府时、3奇会等吉日，从3奇吉门进山，在6阴之日、明堂之时，佩戴灵宝斧，牵着白犬，抱着白鸡，携带1斗白盐和开山符席，将符席贴在大石上，手持无糖草进山，山神欢喜，便会赐予枝草。同时，采集和服用枝草需选择王相之日、吉日，体现了古人对天时的重视。常见养生仙药，贴近生活的延年之道。除了上述珍稀仙药，葛洪还记载了多种常见的植物仙药。这些药物虽不能助人仙成，但能延年益寿，滋养身心，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。黄精，甘美益时的养生佳品。黄精又名兔竹、臼琼、垂竹，是古人极为推崇的养生药。葛洪认为，服用黄精的花功效最佳，其次是果实，再次是根部。只是花难以多得，10壶生花晒干后仅得5、6斗，每日需服用3盒，非人力充足者不能办到。服用黄精的见效较慢，需坚持10年才能大获裨益。其断骨的功效虽不及白术，但甘美益时，灾荒之年可作为老人和孩童的口粮，外人难以分辨，会误以为是米谱。白术服用后能令人肥健，可负重涉险，但口感不及黄精，因此黄精更受古人青睐。天门冬，多效全能的养生植物。天门冬别名众多，如地门冬、岩门冬、滇棘等。生长在高地的天门冬根短，味甜，气味芳香，功效最佳。生长在水侧低地的则叶细微黄，根长味苦，气味难闻，功效稍差，但也可服用，只是容易令人下气，见效较慢。服用天门冬的方法多样，可进山后直接蒸熟或煮熟食用，能断骨；也可研磨成散剂服用，或搅汁酿酒，其中散剂配合酒服用效果最佳。服用100日，其滋养功效便会超过白术和黄精，是断骨养生的优质选择。葛洪特别提醒，天门冬在楚地被称为百部，但自然界中另有百部草，其根部有100余个分支，与天门冬相似，但苗有所不同。真正的百部草苗系拔节，仅能治疗咳嗽和沙湿，不可服用，需仔细分辨。类似地，黄精又名白及，但并非用于制作棉糊的白及。古人强调，草药中同名异物者众多，需精通草药知识者才能分辨，不可大意。其他常见仙药：巨圣、胡麻，服用后能令人不老，耐受风湿，补充衰老的身体机能。桃胶，用3灰汁浸泡后服用，能治愈百病，长期服用可身轻体健，散发光明，在黑夜中如同月光照耀，多服可断骨。明目石，赤色，服用1年可令老者恢复年轻，能夜视见鬼。道士良需70岁时服用，变得愈发年轻，至140岁时仍能夜间写字，奔走如马。后入青龙山成仙。槐子，用新瓮和泥密封20余日，表皮腐烂后洗净，如大豆般大小，每日服用，能补脑。长期服用可令头发不白，长生不老。商蒲，需生长在石上1寸9节以上，且开紫花者功效最佳。寒中服用13年后，身上生毛，
每日能阅读万言并背诵，冬季袒露身体也不寒冷，还能益聪明目。用葱替混合蒸熟制成水，或用竹粒调和服用，也可与龟脑同服。7年之后，能在水面行走，长生不死。玄中慢方包含楚飞莲、泽泻、地黄、黄连等300余种植物，皆能延年益寿，可单独服用。灵飞散、胃快丸、致命丸、养血丸这4种药丸，服用后能驻颜抗老，延缓衰老。葛洪不仅记载了仙药的功效，还详细阐述了服用仙药的禁忌、时间、方法及相关技巧，体现了古人对养生之道的严谨态度。服用时间的讲究。根据中皇子服食节度的记载，服药需区分治病之药与养性之药。治病之药需在饭前服用，因为空腹时体内空虚，药力能更好地发挥作用。若在饭后服用，药物会与食物相互作用，药力耗尽，难以达到治病效果。养性之药需在饭后服用，因为饭前服用时药力尚未发挥，便会被食物推动下行，无法滋养心心，徒劳无益。葛洪通过咨询郑君其师父郑隐，确认了这一原则，可见古人对药物时间的重视并非空谈，而是基于对药力与人体消化规律的认知。药物与本命的匹配。葛洪认为，服用养性药物需结合个人本命的5行属性，避免5行相克导致药效不佳或损伤身体。根据《预测记·开明经》的记载，本命与5行5阴的对应关系如下：子午年出生者属庚，卯酉年出生者属己，寅申年出生者属戊，丑未年出生者属辛，辰戌年出生者属丙，巳亥年出生者属丁。一言，出生年份天干地支笔画数总和为1，属公，对应土；3言属征，对应火；5言属禹，对应水；7言属商，对应金；9言属角，对应木。根据5行相克原则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。本命属土者不宜服用青色药物，属木；属金者不宜服用赤色药物，属火；属木者不宜服用白色药物，属金；属水者不宜服用黄色药物，属土；属火者不宜服用黑色药物，属水。不过，葛洪也强调，金丹大药功效极强，无需考虑这种匹配关系。第3，羽布，服药与采集的辅助之法。羽布是古代道士在服用仙药、采集之草时使用的一种步法，据说能聚气、辟邪、增强药效或帮助找到仙药。其步法要领为：先抬起左脚，右脚跨过左脚，左脚再靠近右脚，接着抬起右脚，左脚跨过右脚，右脚再靠近左脚，最后抬起右脚，右脚跨过左脚，左脚再靠近右脚。如此3步，总距离可达2丈1尺，留下9个足迹。完成后便能达到聚气辟邪的效果。葛洪记载，采集石枝、菌枝等仙药时，需行羽步闭气前往，可见其在仙药服用与采集中的重要性。第4，实用小神方。除了复杂的仙药服用方法，葛洪还记载了2个简单实用的小神方，适合普通人使用。小神方用3斤真丹、1斤白蜜混合，在阳光下暴晒煎煮，直至能搓成药丸。每日清晨服用10粒麻子大小的药丸，不到1年便能白发变黑、落齿重生，身体润泽。长期服用可令老翁变回少年，长生不死。2乙子2硝黄金法，用3斤猪脂肪、1斗纯苦酒，将5两黄金放入器具中煎溶后取出，放入猪脂肪中反复100次，再放入纯苦酒中反复100次，制成后服用1斤黄金，可与天地同寿。服用半斤，寿2000岁；服用5两，寿1200岁。无论服用多少都有效果。需在王相之日制作，效果最佳。
且不可随意传人，否则药物会失去功效。仙药典故，古人的实践与见证。为了印证仙药的神奇功效，葛洪记载了多个真实可信的典故。这些故事既增强了文献的说服力，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长生的执着追求。赵去服松枝，赖病患者的重生。上党有个叫赵去的人，身患赖病多年，多方医治无效，濒临死亡。家人听从他人建议，将他送往山中洞穴抛弃。赵去在洞穴中日夜悲叹，涕泣不止。1个月后，有仙人路过，见他可怜，便询问缘由。赵去知晓对方是异人，叩头祈求解救。仙人赐予他一袋药物，并告知服用方法。赵去服用100日后，赖病痊愈，面色红润，肌肤如玉。仙人再次路过时，赵去感谢其救命之恩，请求药方。仙人才告知那是松枝，并说山中多有此物，炼制服用可长生不死。赵去回家后，家人误以为他是鬼魂，十分惊愕。此后他长期服用松枝，身体逐渐变轻，气力倍增，登高涉险，终日不倦。活到170岁时，仍齿不落，发不白。夜间睡觉时，他常能看见屋内有镜子大小的光芒。后来光芒逐渐大架，照亮全屋，如同白昼，还能看见2个2、3寸高的才女在口鼻间嬉戏。1年后，才女逐渐长大，陪伴在他身边。他还常能听到琴瑟之声，欣然独笑。赵去在人间生活了300余年，容貌如同孩童，最终进入抱犊山，成为地仙。此事传开后，人们纷纷效仿服用松枝，有人甚至用车运驴驼囤积满屋，但大多服用不到1个月，未见明显效果便放弃了。葛洪感叹：有志者实在难得，长生之道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。秦宫女人服松叶，乱世中的长寿奇迹。汉成帝时，猎人在终南山中发现一个浑身长满黑毛、不穿衣服的人，此人于坑越骨如飞，猎人难以追赶，便暗中观察其踪迹，最终合围将其捕获，发现竟是一名妇人。妇人自述，她本是秦朝的宫人，当年关东贼至，秦王出降，宫室被烧，他惊慌逃入山中，饥饿难耐，濒临饿死时，有一位老翁教他食用松叶、松石，起初觉得苦涩，后来逐渐适应，便不再饥饿口渴，冬季不畏寒，夏季不畏热。据此推算，这位妇人是秦王子婴的宫人，从秦朝到汉成帝时期已有200余年。猎人将其带回人间，给他吃谷物，他起初闻到谷物气味便呕吐，数日后方才适应。2年后，他身上的毛发脱落，逐渐衰老而死。葛洪感叹：若他未被人捕获，继续在山中服用松叶松石，必然能成为仙人。第3，南阳文士服术，乱世中的养生之道。南阳文士的先祖在汉末大乱时逃入山中，饥困欲死，有一人教他食用白术，此后便不再饥饿。数十年后返回乡里，容貌比年轻时更显年轻，气力也胜过从前。他自述在山中时身轻欲跳，登高履险不知疲倦，行走在冰雪中也不觉得寒冷。他还曾看见高岩上有几人对坐博弈读书，那些人低头看他，商议是否要招他上山。其中一人说：未可也。白术又名山林、山经，神药经中记载，必欲长生，常服山经，可见其养生功效早已被古人认可。第4，干谷水与丹砂井，环境中的仙药之力。葛洪还记载了环境对寿命的影响，间接印证了仙药的功效。南阳历县山中有干谷水，谷中左右皆生柑橘，菊花落入水中，历经多年，水未变干。谷中居民不挖井，皆饮用干谷水，因此人人长寿，高者140、50岁，低者也有80、90岁，无夭折之人。司空王畅、太尉刘宽、太傅袁伟曾任南阳太守，到任后常令历县每月送来40壶干谷水饮用。
他们所患的风痹、眩冒等疾病都得以痊愈，只是因未能像谷中居民那样长期饮用，未能获得长生之效。葛洪提醒，菊花与蚁花相似，须以甘苦区分，真菊甘美，蚁花味苦。如今真菊稀少，多生长在水侧，孤士山与溧县最多。很多人服用菊花无效，正是因为未能得到真菊。葛洪的先祖曾任陵园令，当地有一户廖氏人家，世代长寿，多有100岁老人或80、90岁者。后来廖氏迁徙，子孙多夭折，而其他人居住在其旧宅，又恢复了长寿。葛洪的先祖怀疑是井水的缘故，挖掘井边后，发现古人埋藏的数十壶丹砂，丹砂汁液渗入井中，居民饮用后得以长寿。葛洪赞叹，饮用含丹砂的水都能长寿，更何况直接服用丹砂呢？5. 仙人八公的长生之道。葛洪记载，仙人八公各自服用一种药物，成为鹿仙，历经数百年后，又合炼神丹金液，最终升入太清仙境。他还列举了多位古人服用草木药物的成效。韩忠服菖蒲13年，身生毛发，每日能读万言并背诵，冬季袒露不寒。赵他子服桂20年，足下生毛，日行500里，力举1000斤。沂门子服五味子16年，容貌如同玉女，入水不沾，入火不着。楚文子服地黄8年，夜间能看见光芒，手上能拉开强弩。林子明服柱11年，耳长5寸，身轻如飞，能跨越2丈宽的渊谷。杜子威服天门冬，娶80位妾室，生130个子女，日行300里。任子骥服茯苓18年，仙人玉女相伴，能隐能显，不在石骨，旧斑消失，面色如玉。羚羊子仲服远志20年，生37个子女，读书过目不忘，能坐在原地瞬间消失。不过葛洪也强调，草木药物只能延年益寿，若想成仙，最终仍需服用神丹金液。若只服草木而懈怠神丹，终究无法成仙。仙药的智慧与局限。鲍朴子那篇《仙药》是中国古代养生学、医学和道教文化的重要典籍。葛洪以其渊博的知识、严谨的态度，系统梳理了各类仙药的相关知识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仙药体系。在那个科学不发达的时代，这份文献承载了古人对生命的敬畏与对长生的追求，其中蕴含着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智慧。首先，古人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许多植物、矿物的药用价值，如菖蒲益聪、地黄养生、松枝治病等。这些认知虽带有神秘色彩，但与现代中医的很多观点不谋而合，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其次，古人强调服药的时间、禁忌、配伍，注重天时、地理、人和的统一。这种整体养生观念对现代养生仍有重要启示。最后，文献中记载的多个典故体现了古人对健康长寿的执着追求，这种积极的生命态度值得我们学习。当然，你们不要自己乱吃啊，吃死了我可不负责啊。我们也不能忽视其时代局限性。古人基于同类相感、天人合一的认知，将金玉、丹砂等矿物视为仙药，认为服用后能长生不老，这与现代科学相悖。事实上，丹砂、硫化汞、雄黄、硫化砷等矿物含有剧毒，长期服用不仅不能长生，反而会损害健康，甚至危及生命。所谓成仙、隐形、白日飞升等说法，也只是古人的美好想象，缺乏科学依据。今天我们解读鲍朴子那篇仙药，并非要迷信其中的仙药之说，而是要剥离其神秘面纱，挖掘其中蕴含的古人对医药学、养生学的探索成果，汲取其整体养生、持之以恒的理念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认识到，真正的长生之道，并非依赖所谓的仙药，而是源于健康的生活方式、良好的心态和科学的养生方法。这份古老的文献既是古人智慧的结晶，也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在回望历史的同时，更能理性地看待生命与健康。感谢大家
家收看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的修仙解说，请长按点赞关注。下一期我们将挑战更硬核的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